热情的7月，我们冲了一波南湖，为的就是这季节限定的铁锈色杜鹃叶。翻越延绵不绝的树根之路，夜宿云人山庄的小巧营地。最后，我们在晴天之神的庇护下，爬上锈色杜鹃叶的大本营——南湖北山。在夕阳下闪耀的金色小叶子，像棉花糖般蓬松的云海，这是属于我们的奇幻之旅。耶，好热哦！我们上来了圣光登山口，我们要去南湖玩。听说那边有很多北峰，那边有很多北山啦，那边有很多漂亮的金色小叶子。对，它这个季节，它的那个杜鹃叶会长金色的小细毛。然后前几天我朋友说那边就是它变色叶变得非常多，夏天能有这个景色应该蛮难得的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去大概之后可能有机会的话，也会去圈谷绕一绕。这次重点其实是上来看金色的小叶子啦。然后天气其实也不错，因为天气太好了，然后都想说山上不知道会不会缺水。那好在刚刚下山的人问他们云人山屋跟南湖圈谷的山屋有没有水，他们都说前几天下大雨有水都补满了，这样顺利就可以放心多了。出发了，走。好，希望顺利。好。这次行程定得太晚，只有定到第一天云人山庄的营地，第二天圈谷都满了，最后申请到小小的神马镇山屋。听伟哲的朋友说，北山的杜鹃叶最多最漂亮，因此我们就以北山为据点，拍摄清晨、黄昏还有银河的锈色杜鹃叶。像溜滑梯，很像布鲁勒谷的地方。好高哦！以前可以直接继续往里面走到6.8K， 然后6.8K 那边是一个广大的营地，大概可以搭10多顶双人帐，然后还有活水源，还有厕所。现在就只能提前高绕了，直接到松风里。没关系，我有电风扇。你的电风扇不拿出来吗 ？Go！出发时才说天气太好，马上就乌云密布。你袖子要拉起来哈。好。等下袖子系上。我也开始慢慢习惯了夏天的午后雷阵雨。我们穿着雨衣，在松针林中缓缓前进。终于赶在日落前抵达了云人山庄。来搭帐篷了，这次住的一样是 Six Moon Designs 的双人帐。这颗半古早的 DCF 帐篷是一种复古的回味。听说现在这类帐篷多半是做单层，而不是像这顶有完整蚊帐的双层帐。我很喜欢它淡淡的云山绿色，晚上拍照特别漂亮。这次行程主要是我负责背帐篷，含银柱大概1.2公斤，是我完全可以负担的重量。出现了！晚餐时间，因为我跟伟哲吃的东西差很多，
我们几乎都是各煮各的。其实这样也不错，随着经验的累积，慢慢抓到自己吃的量，还有需要带的燃料。最近我开始思考如何让粮食轻量化。这次有跑到百货公司的地下街去买干燥食材，发现了好吃的高丽菜干和豆皮卷。小小一撮高丽菜干就抵过我带一整颗菜上山，还不知道是不是有日晒过的关系，口感还更甜更脆，真的是太神奇了，登山好物。至于生鲜的蔬菜，我就买比较耐放耐挤压不容易出水的。这次买的是红萝卜还有杏鲍菇，整个食材就变得小小的一包，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。竹子真的很认真的一直在做蒸馏东西，因为很怕忘记带东忘记带西。比如说啊，出来酒店来说，惨了，我没有带酒精，那一种。这个真的蛮喷的哦。对，这个真没带酒精，我们两个真的会过得蛮开的。我们就燃料不足，钻木区。懂了。这次的炊饭很好吃哦，这是有加干燥的高丽菜，还有干燥的豆皮，很贵但很值得。然后我还有自己带那个全联买的杏鲍菇跟红萝卜，再加橄榄油，很好吃。清晨离开了云人山庄，往神马镇草原和南湖北山移动。前往南湖的过程是延绵不绝的树根路，是我第一次遇到的地形，也是花了一点时间才习惯。穿过树林，中央尖山和我们说早安。看到这样的天气真的很开心，不禁也幻想着阳光打在杜鹃叶上闪亮亮的样子。喜欢一边爬山一边认识山的名字。正中间是霸气的南湖大山，一旁有鹰钩鼻的侧脸，就是南湖南峰。南湖群峰本来是韦哲今年5月中要拍杜鹃的地方，无奈遇到花莲大地震，太鲁阁国家公园封园，错过了春天的杜鹃，还有剩下的锈色杜鹃叶。这棵很像什么招财树？远眺南湖大山，我看到了超级浓密的杜鹃丛，这密度应该是大坝的好几倍。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美景，我真的是惊呆了。现在在神马镇草原的建筑里面行走。见了，它这里很多杜鹃花的叶子。到了北山，韦哲马上就很熟练地往草丛里钻，抱着镜头的我在后面努力追赶。
扁扁吗？对，怎么那么多扁扁？很痒的，太可爱了！你看后面，好漂亮哦！你不要走上来，在那边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很多山羊的便便哎，山羊爬这么高吗？山羊都喜欢登高看杜鹃吗？我们刚刚是从南湖北山有一个岔路口，北山的岔路口，然后从那边上来，从那个草丛那边穿了很多短箭竹，然后现在来到一个很舒服的地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嘴巴。东海。我们循着阳光的方向翻过山头，满山满谷的杜鹃叶点缀着圆柏枯木，远方的夕阳和暴力云海，我看到北山最美丽的风景。要拍到心中梦想的画面，除了有好天气，有休假上山，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台好相机了。这台尼康 Z7 陪伴了伟哲5年多的时光，这次南湖也拍了好多照片，好多回忆。只是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，这已经是他最后一次的陪伴了。这支影片是记录他最后的努力，留下在我们心中最美的作品。下集预告：8月我们来到了最高峰玉山。可以候补上排云山庄，简直是要放鞭炮庆祝。我们在前锋连绵不绝的石头中打滚，在暴雨中抵达了排云山庄，经历了爬山以来最悲惨的失眠，决定了，就算看不到日出，也要硬着头皮爬上北峰。下一集，山上出大景，我才刚睡醒，敬请期待。